嗨 ，Hello，好久不见了。哦，对啊，我们好久没拍片了。这一集我们要谈的是那个显化法则第2集。第2集，很久了。对，很久，事隔很久。但是这中间其实要拍这个显化法则第2集，有一些干扰，有，就是一直没办法好好顺利的拍成，就总是会有一些事情来阻扰，所以其实可以很早就可以拍了，但是总是有一些问题状况，然后就不让我们去顺利进行的。啊，真的吗？是说可能我们比较忙，然后被这些事情干扰，还是说有负面的干扰？这个不得而知，因为这个是从这个游戏里面能够自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显化。那你只要能够掌握运用显化法则，你就可以在游戏里面如鱼得水。所以这个如假设有一些限制的力量，不希望能够大家那么自由、那么开阔的话，这些力量搞不好就会形成一种干扰。不过这个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讲，我们已经开始讲，也看到这个影片了，代表说一切都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听得到。但不是说一切都是在最美好的轨道上吗？没错啊，所以大家现在才会看到这个影片。对啊。之前一直讲说显化法则，你要真正去运用它，你一定要把整个你的世界视为一个游戏，视为一个幻象，然后你才能够从中去掌握这个显化法则。所以第一个阶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进展了？也可能是之前比较少人有比较大的进展，所以一直卡在我们不能够去好好去诠释这个第2集。就是时机未到了，那现在可能时机已经到了，因为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影片。时机未到。吃鸡的时候有什么味道？听起来好玄哦，时机未到。凡事都有。这么玄。以前的人讲究那个天地人三才的一个和谐，就是你要成就一个事情，不管它是什么事情，不是只有人的事情能够处理完就好了，就是你一定要时机、时间，还有整个能量，然后还有人的一个状态，能够刚好配合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一个事件这样。那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显化当中去把它落实，去把它完成，一切都跟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信念，还有这整个信念所产生的这个推动的能量，你去关注它而形成的一个现实，这个就是显化法则。那第2章我们要讲什么呢？第2章，第1章我们开始就谈到说，整个世界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都是自己所显化出来，都是自己的信念所显化的。那第2章开始就是，既然是这样，那显化的目的，我们要去控制显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一切所碰到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所显化，那不就已经显化出来了吗？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生活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嘛，不管活在什么状态，遇到什么情境，都有生活。那既然都已经显化出生活，那不就结了吗？都显化了，那为什么要去学什么显化法则，要去控制它？目的在哪里？那其实人活着只有一个，就是你要么就是想要，要么就是不想要，要么就是忽视。这我们之前有谈过，人活着只有这3种状态。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想要跟不想要之间，我们就很简单的，会很自然的，我们会趋吉避凶。我们希望能够显化我们想要的，那不想要的，我们就让它不要发生。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一个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整个显化法则的精神所在，就是要的我把它彰显出来，不要的我让它隐藏起来，然后甚至消失。这个就是显化法则的目的。所以呢，显化法则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我们从学校的经济学开始谈起。经济学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接触的，那所以在学校里面有的人没有学到这一门课，那就不一定那么了解。经济学最主要的2个因素就是损跟益。那之前我们有谈到，什么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你看，连修道或者在人的生命里面进入游戏，它还是2个因素，损跟益。那损跟益，我们把它用在显化法则上，其实就是趋吉避凶。那什么是趋吉避凶？就是要的我把它加强，然后彰显；不要的我就让它消失。
那要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这个大家只要做得好，你的生活会有非常大的改变，很快就能够有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我们今天讲完，大家就可以开始去体会，真正进入到显化法则的中心核心了。那谈到损跟益，益就是去加强、去增加，损就是让它减少甚至消失。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生活里面如何去彰显我们要的，然后去消除我们不要的？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先谈损还是益呢？先谈损好了。先谈损，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遇到不喜欢的状态，怎么让它在我们生活里消失？比如说我百病缠身病都不好，那怎么样让病消失？或者说我经济状况一直没有改善我的卡费每个月都来，然后我都没有钱去缴，然后都很吃紧。相信这种状况是很多人会面对的。那这个要如何消除？然后或者说，很奇怪，我做一个小生意或做生意，我一直碰到相同的状况，我一直遇到不对的人，然后生意就没办法达成。为什么都是相同的状况一再发生？那我要如何去让这个状况避免？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每个人的想要损的一个部分是不同的。但是不管你遇到是什么状况，其实都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只要把赋予它的能量消除了，它就会不见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关注什么，什么就会被扩大；我们不关注什么，什么就会被减少。那我们投注上面的这个关注的能量，我们要把它取回来。取回来之后，这个现象它就会萎缩，到最后就不见。那是例如说，有一个人一直骂我，那我就不关注他就行了，他就会慢慢消失。这是一种方法。之前我们提过说，所有显化现象会一再轮回、一再重复，是因为我们阻挡了它。这个阻挡就是关注，就是当我们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来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碰到它的时候，我们就这怎么这样哇？好糟糕，我们好讨厌哦。然后当我们去很用力的去关注它，我们把我们的精神、能量、情绪很强烈的放在上面的时候，等于说我们用一个很厚的墙去把这个现象阻挡住。那我们去挡住它的时候，它掉到哪里去？掉回我们的阿卡西记录。并且这个能量下一次就会再显化出来，这个就是一种轮回。那我们要消除这个，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拿掉。拿掉，像你说的我不关注它就好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往往状况来了，我如何不关注它？讨厌的人就在我前面，我如何不讨厌他？然后每个月债务来了，我压力感觉好重，我如何不感觉到压力？没办法，因为我直接就面对了那个状态。我对那个状态有了一种很强的认知，我根本就没办法摆脱它。那你说我不关注它不要关注它卡债来了不理它，反正不缴，到时候也没事。到时候银行来查封了你的房子什么的，那你到时候还是会去关注这个现象。所以不是这样子就能够解决，不是说我不理它就好了。那对于一些状况，其实可以不理它，比如说有人骂我，我就不理他，不要管他，动作笑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的确是你把它看成是一个跟你无关的现象，慢慢你就可以从中解脱出来。但是很多现象我们遇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很在乎这些现象，所以当它一来的时候，你一定有情绪反应，一定有很强烈的认知信念。你如何从这个很强烈的信念认知中，然后把那个情绪抽回来而漠不关心呢？是有困难的。那我们今天在教大家就是如何去让这个事情能够完成。损，我们如何去损，去把不要的这些现象，所有的能量都降低，然后所有的事件都能够消失。首先，我们在每一次碰到我们不喜欢的状态，我们不想要的状态，不想要的现象，我们一碰到的那一瞬间，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马上告诉自己，眼前的这个现象只是一个幻象，是我用信念所投射出来的一个讯号回馈。我现在接触到这个讯号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象，这个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马上记得这件事情。你一碰到你不喜欢的状态，一碰到不喜欢的现象、讨厌的现象、负面的现象，一发生的第一时间，你必须告诉自己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象，是我用信念所投射出来的一个现象。
这现象只是一个讯号，它不代表什么，只代表我关注了这样的一个信念。那所以它现在呈现给我看，只是这样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坏，没有任何的不好。这一切只是一个信念投射出去所回来的现象，就是这样。一定要告诉自己，这是个幻象。这一点做到了以后，马上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我现在用一个非常强制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个我们认为不好的这个现象的能量取回来。现在请听我说，大家一定要记得非常清楚。你们如果有信仰的，比如说你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你信天主教，那你就把上帝搬出来；那你信仰基督教，你就把耶稣搬出来；那你信仰佛教，你就把佛陀搬出来。阿弥陀佛搬出来，观世音菩萨搬出来都没关系。如果都没有什么信仰的时候，你就直接以宇宙一切万有，所谓宇宙一切万有，就是整个宇宙的整体，叫宇宙一切万有。你就用宇宙一切万有来进行。那到底要如何进行？如果你是信奉这个天主教的，你就说我以上帝之名宣告。那如果你是信奉这个佛教，那你对哪一个菩萨或者佛你特别有感觉的，那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你就说我以观世音菩萨之名宣告。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如果你用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信念去宣告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弱小的、渺小的个体，这个个体的能量、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你这个宣告没办法以一个整体来宣告，除非你是一个登出的人，不然你没办法用整体的能量来做一个宣告。所以这时候我们既然心灵里面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念里面哪一个菩萨或者哪一个神等等，或者是都没有，我们就用宇宙一切万有。我们会相信，我们会知道它更接近整体，那所以它就更接近整体的能量。所谓整体的能量，其实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整个故事里面，整个游戏其实只是我们自己而已，外面没有别的东西。那这个整体，它就是一个整体的能量。所以我们在整体的能量里面，我们要把现象消除，我们要用整体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你以片面个体来去收回一个能量的话，你的力量会非常小，而且它会再重复一直出现，因为你能消掉的部分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所以我们做这个宣告的时候，就是你一个整体的名义来做一个宣告。我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宣告，我以观世音菩萨之名宣告，我以上帝之名宣告，我以阿拉之名宣告，都可以。宣告什么呢？接下来仔细听我说。我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宣告，我现在所接触的这个现象，就是你刚刚遇到那个你不喜欢的现象。我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宣告，我所接触到的这个现象，我已经学习完毕。我已经学习完毕，代表我每一次去接触它，我没办法通过，我一直被卡住，我一直阻挡它。我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人生的功课就是学习如何从这个现象中解脱出来。那所以，当我去宣告说我已经学完了，我不需要再学习这个现象，我可以了，我过关了。我告诉整个整体，我不需要再学习这个现象了。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你听我从头到尾再说一次。我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宣告，我眼前这个现象我已经学习完毕，我要将这个现象的能量完全取回，就是这个现象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关注它的能量，我现在把它拿回来，我做这件事情。我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宣告，我眼前的这个现象我已经学习完毕。我不需要再学习了，我现在要把全部的能量取回，以此成就，这样就结束了。这样结束是宣告结束，宣告之后还有过程。宣告完了之后，你马上静下来，马上闭着眼睛或者宁静下来，感受取回的能量，你会觉得全身充满力量，绝对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受的话，代表你这个宣告没有非常强烈，你再宣告，宣告完之后，你会感觉到非常多的能量回到自己身上，你会觉得身体充满能量，然后一直到你觉得非常舒畅、能量满满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对眼前这个事情还耿耿于怀，还没办法摆脱它，重新继续宣告，再宣告一次，再取回能量，代表这个能量你没有很强烈的取回来，取回来的量并不够，你再做一次。如果再不行，再做一次，做到你完全舒畅为止。这样做一个过程，不管它发生的是多久，你做了10分钟，然后甚至你一直重复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再重复，然后一直做了5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你一定要从这个现象里面把能量抽回来，做到你感觉充满能量，非常舒畅，太好了。你就从这个里面解脱出来。那这会是一种逃避吗？例如说，我欠人家100万，明天黑道就要来我家讨债了，然后我家还有很多家人，然后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难道我就是坐在那边取回能量吗？当然是这样。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取回能量，你不是去联络什么其他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有的故事真的就是故事。如果你不能够相信，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一切的现象都只是我们信念所投射出来。那如果你担心这有问题，那等一下怎么办？那等于你并不相信意识信念去创造了你眼前的现实。我们要做的是从现实当中把能量取回来，不是在现象里面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你该去联络要借钱的借钱，要做什么都做什么都没关系。重点是你要把能量取回来，取回到你舒畅，感觉到你充满能量，这是最主要的关键。你如果觉得我应该做什么，你照样做，该借钱的借钱，该做什么的做什么，该联络什么就联络什么，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去做，因为那是故事。你的人生本来就被所有故事情节所包袱，你同样可以去做这些故事情节，但是从你这个故事的能量，也就是那个情绪的波动，你要把它消除。那说信念创造系统吗？对。那可不可以我直接不相信阿卡西记录，不会什么存回去？像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阿卡西记录这个东西，就只有当下。这个话其实是对的，但是这是以实相来说，并不是故事里面来说。当我们活在故事里面的时候，这一切是成立的，就是一样有时间，一样有阿卡西记录，一样有整个过程。阿卡西记录就会牵涉到时间性嘛，过去、现在。什么是实相？实相就是没有时间的一个真相，不只是时间、空间以外，也就是故事以外的真相叫做实相。那以故事外的实相来说，本来就没有空间，本来就没有时间，一切的现象只是我们赋予它意义，不赋予它意义之前毫无意义。那在哪里有实相？我们现在都是幻象吗？当然是幻象，就像在一部电影里面，整部电影都是电影。那所以所谓的活在当下是进入实相吗？真正的活在当下一定是进入实相，而不是在幻象里面。幻象一定有时间轴。那实相到底是要怎么去？实相要怎么去？我们最近开了一个班，就是让人跳出幻象，走进实相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部分。那就是另一个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了，这样。请看下一集。好。那刚刚讲到所以取回能量后，好，我取回了，好，充满能量，所以那难道明天就不用烦恼了吗？就不会有人来讨债吗？或是怎样？一切好转吗？这一切不就是都是故事吗？而且你如果认为一切都已经取回了，我不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个信念创造现实嘛，所以你相信不会再有事情发生，它自然就不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你要如何让自己相信？你必须先从中把能量取回来。你可以亲身感受到那些能量，你明明知道，我非常有感受，我能量真的取回来。这时候你自己就会完全的相信，因为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你就会明白说真的是这样，真的从中把能量取回来，并且觉得很舒畅。那当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不要说什么又来了怎么办？其实真的这些事情在你生命里面会立即的减少，很快的就会完全消失。同样的事情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就会完全没有。那所以你一直不断的把这些你不要的现象取回它的能量的时候，这个整个你不要的整个一边，另外一边你不要的这些现象，它就会慢慢萎缩，然后慢慢不见。但是有一点就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不是强烈的去偏向另外一边幻象，我投入整个人投进那个另外一边的幻象，这些我要的，然后我要的也是非常真实我丢进去。
刚刚取回了这些能量之后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变得越来越接近真实，也就是从幻象里面，当我把能量取回来之后，我宣告了嘛，我学习完这个功课，我不再需要去学习它。那这时候是什么？就是这个幻象我已经学完了，这时候我处在一种更接近真实的状态。所以当我把能量取回来，让这个负面的能够减少或者消失的同时，我就处在更接近真实的情况下。那在这时候，我会用一种看待游戏的心态来成就这些我要的，去建立这些我要。这个就待会要讲的义，损益里面的义。损的部分就已经讲完了，所以从头到尾我们再讲一遍。首先，我们必须碰到我们不喜欢的现象，我们认为它是虚幻的，只是我们信念所投射出来，再回馈回来的讯息，一切都只是讯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当我碰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已经学习完了，我知道它是假的了，不需要了，所以我就做一个宣告。这时候就宣告说，我以某某某，我以一个整体的名义去宣告这个功课我已经学习完毕，我不再需要了。这时候我从中把能量完全的取回，然后这时候做一个结束，以此成就。以此成就就是达成了这件事，就这样。以此成就的意思就是就这样实施，就这样执行，就没有别的。你刚刚提出了一个宣告，然后并且最后说就这样做，就这样发生。那这样子之后，你就去感受那个能量回到了你自身，回到你自身之后，你会感觉到能量源源不绝的回来。那你会感觉到很舒畅。如果你还觉得卡住的话，你再做，卡住再做，做到你觉得完全舒畅 OK 为止。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跟自己讲说啊，我处在更接近真实的状态，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把这个不好的现象损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讲讲益。益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把不好的损了，那好的我们怎么去增加？怎么去扩大？这个就是义。这个其实非常的单纯。我们把它取回，那这个我们就要投注。那如何去进行投注？首先我们就要去肯定它，我们认为就是这样。那如何去肯定它？我们用感谢跟祝福这两个方式。当我们碰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状态，比如说吃到美食，哇，好棒！吃到好吃的，这时候我们就感觉到美好的时候，我们就去感谢。我们去感谢它的时候，我们就赋予强大的力量去扩大它。所以，当你去感谢的时候，下一次你就会有更多的回馈回来。那要如何做呢？首先，我们知道发生一个状态、一个现象的时候，有3个部分是存在的，也就是比如说我吃到美食，这3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是我自己感受者。然后第二个是感受之物，感受的那个东西，然后第3个就是那个感受。第一个是自己，第二个是那个感受，然后第3个是被感受的那个东西。那所以那个东西提供你的一个感受，然后我正在感受它，有这3个，我同时要祝福这3项，就可以达成一个完整的祝福，而赋予一个现象一个整体的能量。如何做呢？就是我知道我用信念创造了这一盘美食，这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么棒的一个美食我现在非常感谢我自己能够用信念创造这么棒的东西让自己感受。先感谢自己，感谢这个投射信念的人就是我自己，感谢自己能够用信念创造这么美好的东西，真是太棒了。第2个我们就来感谢这个感受，感谢这个感受带给我这么美好的感觉，这个感受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棒，真是太好了。这个感受非常感谢它，非常感谢这个感受让我这么舒畅，这么舒服。第3个，感谢这盘食物带给我这么美妙的感受。这样感谢完自己，感谢完那个感受，感谢完带给我感受的这盘食物，这样的一个感谢过程就完成了。这个不一定不是只用在我们面对一个美好的现象的时候，我们遇到美好的现象有很多定义，比如说，我今天中了彩券，或者中了发票，或者过年快到了，相信很多公司都有尾牙抽奖，大家都想抽到那个公司里面最大奖这样。
有的是出国旅游1个礼拜啊，有的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大奖，有的是现金，你最想抽到就是那个奖。那当你抽到的时候，马上去感谢。当你去感谢它的时候，你就赋予一个能量，让这个事件再次发生。那刚刚听到好像是一个步骤1、2、3，但是大家都很常听到啊，要感谢啊，要感恩啊，要祝福啊，大家这个应该都听过很多次了吧？那真正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其实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听过，但是都很多时候都忘记了。那有没有最浓缩的方法？就是像我举例我来说好了，我就是很美好啊，然后常常很开心，然后显化超多超棒的哇，我理想的美丽的人事物这样子。那但是我也不常说哇，谢谢，感恩宇宙，感恩万物，感恩我自己啊，感恩我的能量啊，祝福你啊，祝福他啊，我不常这样，但是我又很会显化，就是我总是显化很多美好的人事物，然后每天都有奇迹发生这样。那我看到一个我显化的很棒的人事物，我可能就哇，这不就是感谢吗？感谢语言只是一种代表，你当时用什么方式去感谢？哇，好棒哦，这就是感谢，这就是感谢，这就是感谢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你要把能量放在上面，你把你的关注放在上面，你的能量整个放在上面，它就会再次显化。你放开心，整个心去感受它，享受它，这就是一个莫大的感谢。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吃一个美食的时候，你不要想说，今天股票涨了没啊？怎么样？结果你吃那东西，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味道。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所有人为什么会没办法去一直显化美好事物，还要用我刚刚说的这些流程去显化？那些流程是帮助你回到那个当下去感受那个事物。你真正落实去感受那个事物，并且享受它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感谢。对，感谢、感恩、祝福，不是嘴巴讲讲，不是嘴巴讲讲。那个纸页或是某本书说要感谢，好，感谢就能获得什么？我感谢我眼前这盘食物，我感谢我住在一个很棒的家里，我感谢我身边的人，就感谢。真的有感谢吗？是你不用一定要嘴巴讲，然后头脑想，然后你就直接融进去感受很美好，这就是一种感谢了。活在那个状态，活进去，而不是嘴巴讲。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一件事，我们现在所讲的每个人都能够理解，但是为什么我会把它变成显化的步骤来实行？因为我们光知道这些道理，我们是活不进去，我们的习惯改不掉，我们习惯老是思考一些其他的事情，而忽略了当下的美好，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我们走在敦化南路上面，敦化南路是一条树木非常多的一条街道。然后当阳光照在这树木的时候，从它的缝隙里面穿透出来，照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时候，其实非常漂亮，非常温暖，非常美好。但是有谁经过敦化南路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都不是。走在敦化南路，正想着说待会那个客户很难应付，我要该怎么去说服他呢？想的是可能是这个。那你如何去感谢？如何去真正把生命中美好的事情能够去感谢，能够扩大，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关注它嘛。你在吃美食的时候一样想着别的事，你在有这么美丽的阳光树木的时候，你还是想着别的事情。所以如何去真正的去让美好事情不断增加，就是你先会去感受美好，你先学会如何去感受美好，你才能够进一步扩大这些美好。我觉得在这个影片过后，会不会很多人就去感受一下敦化南路？这样台北市长会不会颁奖给我？对啊，像墨子会让我感觉很美好、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很喜悦、平静。那我每天在墨子身边就会这就是我们感受幸福的一种方式。对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步骤，其实就是把你拉回来，去把你的精神、把你的信念、把你的能量、把你的情绪放在那个美好的事物上。所以
感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步骤。当然，你如果自动自发、自然而然的去活在这些状态里面，你其实可以省略这些步骤。但是这些步骤在我们人的习性里面、干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习惯性的去消除不要的，习惯性去增加我们要的，这就是把它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到最后你连这些步骤你也可以去掉。所以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感谢，感谢我自己能用信念去创造这样美好的一个现象，感谢这个美好的感觉，感谢这个现象，感谢这3样。感谢再提一下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有个现象回来才需要感谢。其实，当我们获得一笔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感谢，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把钱扩大嘛。有谁不希望钱变多呢？所以，想要把钱扩大，那就去感谢钱。那如何感谢？每个月我领薪水的时候，我就去感谢什么3样事情，也就刚刚说的。哇，好多钱呐！哇，我们信念显化出这么多钱，实在是太棒了。哇，然后感谢钱带给我的能量，哇，太棒了！感谢这些钱，好丰盛哦。刚刚讲钱的部分，钱来感谢；第二个是钱花出去的时候感谢。哇，买，我要买这个，好买，哇，好漂亮哦！妈妈，好买买。为什么钱花出去的时候是感谢？其实钱只是一个流动的能量，它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它换取了你想要的那个美好的事物，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能量，真正的意义所在。那个东西才是美好的，而不是那个钱嘛。你钱，当然你赚到钱，它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你已经感谢完了。那这个钱其实就可以来换更美好的感觉。钱是用来换美好的感觉，所以当你去买东西、去花钱。你花钱有很多嘛，你吃东西也是花钱，买东西也是花钱，去旅游也是花钱，做很多各种花钱事情，能够换取到一个现象的都是花钱。当你去换取这个现象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谢那个现象。哇，我竟然能够享受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去感谢一个美好的现象。那美好现象怎么来的？往往就可能是用钱去交换来。这时候你不要想说啊，我花了钱好心疼，不对，完全不对，而是钱只是一个能量的转换，我竟然用能量转换成一个现象出来了。这个现象是我摸得到、看得到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现象回到我身上真是非常感谢我自己用信念创造了这个，感谢这个带给我的美好，感谢这个。所以我花钱的时候，我就去感谢它。像我们换了面具了。这2个面具超美的，这不是我们做的，这是我们花钱请别人做的。但是你看好美哦，对不对？是比我之前做的那个蓝色面具美嘛？就那面具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做啊，就对啊，这是人家花时间用心细心做的新面具。那这是根据乔乔想要的感觉，然后他去设计的。那像我买东西都是靠感觉，我不会去想说我买的这个会不会用到啊？感觉用不到，那个好像值不值得？好像有点贵，那个价钱有点高，但是我又很喜欢，这个如果我穿在我身上，别人看到我会不会知道我是穿名牌的啊？我要不要买一个名牌，然后很实用，这样大家看我会怎样？就是不会有这么多精打细算。我通常都是让我感觉很美好，感觉非常棒，然后很美丽，我觉得很美丽，然后让我有那种很美好的感觉，我就会不管它的价钱是多少，我就会买就对了。对啊，那就不用去想一些其他的问题，重点是你要什么，你要吗？好，要就要啊。对啊，这就是祝福，这就是一种感谢，就是你直接去享受它美好。当你去想说贵还是便宜，还是你用价值观去看待它的时候，你已经感受不到那个美好了。你已经远离那个美好，你就活在斤斤计较的价值观里面。所以美好的感觉它不一定是贵或者便宜，有的时候你可能甚至会反过来，你想说这东西好棒好美好，但是它这么便宜，会不会有失身份呢？算了，不要。但是它明明带给你很美好的感觉，便宜又如何呢？怎么会觉得便宜有失身份，然后就不要它？重点就是那个感觉，而不是金钱多或者少，是它带给你美好的感觉。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感觉会再次去营造下一个美好的感觉，你不断重复正向的循环，你的美好就会一直增加。所以当我们去去感谢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另外一个就是祝福，祝福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美好的时候，我们要去真心的去祝福他。对啊，真心祝福。我们不要想说他怎么活得这么好啊？对啊，他一定怎样怎样，他一定怎样怎样，他一定是偷来的，他一定是骗来的，他一定是靠他爸妈啦，我们常常在这样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完全忽略掉一个状况，就是整个世界，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就是我们的故事是属于我们的整体。简单的说，我们活在梦里面，当我梦到的一切，整个梦都是在我的意识里面，不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碰到的所有现象，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你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讨厌他，或者说某一个人去得到一个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去排斥他、嫉妒他，或者说用不好的感觉去看待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整体里面去制造一个负面，然后而且把正面转成一个负面。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当你看到一个人他活得非常好，其实你觉得那个状态如果换成是自己也不错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祝福他。你看他有钱，那你觉得如果我有他这么有钱，其实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很棒的事情，你就要去祝福他，而不是说他这一定是怎样怎样怎样。这一定是怎样啊！我跟你讲，他你看他这么有钱，我跟你讲，他就是怎样怎样的。当你看他拥有一件，比如说他开着一辆很好的车的时候，你就要去祝福他，因为你会想说，这是很好的车，很棒，但是怎么会这样的人去开这个车？你不要这样想，你要想说，好棒，他能拥有这样的车，实在太好了，太棒了，祝福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这个祝福就回到你身上。改天你就会拥有这辆车，真的啦，真的啦，绝对要这样子，绝对要这样啦。看到所有你喜欢的现象的时候，要祝福他，不要管那个谁去拥有这个现象。有一个人在吃美食的时候，他一定怎样，所以才能怎样的，不要这样想，要去祝福。而且你不要管对方是谁，你只要看到有一个人，他可能是你讨厌的人好了，他如果生活很美好啊，他可能到处去玩啊，干嘛干嘛的，就祝福他。对，不要因为他是你讨厌的人，或是怎么样，你就一直不。对，可以举个例来说，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有点仇富吧，对不对？有点什么？仇富，仇视富有。那可能就会说，那些在上面的有钱人啊，都是脏钱啊，什么都骗钱啊，或是就反正就是不干净啦。那可能是故意控制钱，然后钱都在他们手上，都不给那些平民百姓这样子。那你可能看到那些精英分子，哇，好有钱哦！他们都开全世界最贵的跑车，住全世界最美的豪宅，然后他们每天全身都穿名牌啊，什么香奈儿啊，LV 啊什么，然后每天拍照上传打卡这样子。哇，你看我背这个包包很贵哦，我穿的衣服名牌的，我都每天都吃美食什么的。那你这时候大家的想法如何啊？他们也有可能有种族歧视，也有可能会狗眼看人低，就是没钱的都是不好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点自大这样子。那这时候大家怎么想？祝福他，对，没错。你不用管他是什么人，你看到哇，他如果去了一个你觉得很美的地方，你就祝福他，然后感谢哇，这地方好美哦。他吃了一道感觉很美味的美食，就祝福他，哇，好棒哦，感觉很好吃哇。那他穿一件很漂亮的衣服，那有可能是名牌的，就哇，这怎么那么美啊？哇，真好看，他穿起来也真好看，挺好的这样，哇。大家非常清楚的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他所拥有或他正在享受的那件事是你想不想要的，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如果他正在享受的那件事，他正在开的那辆车，他正在吃的食物，他正在穿的那套衣服是你想要的，你一定要去祝福他。如果你这时候怀着不是祝福的心态，这个怎样，你就在把这个东西往外推，把这个现象往外推，那你永远得不到这个东西。你要非常清楚这一点，非常清楚这一点，你真心的去祝福他。你祝福，就算你没办法真心去祝福这个人，至少你可以祝福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啊，有人正在开这辆车，有人正在穿这样的衣服，真是太棒了。你可以至少你如果真的做不到祝福那一个人的话，你就把人先撇开，祝福这个事件啊，有人正在开这辆车，实在太棒、太厉害了，太好了。我祝福你，祝福这个事件。你这样做就会把这个事情慢慢往自己里面拉。不要去排斥它。当你一排斥那个人的时候，等于把这件事情、把这个事物往外推，那么你永远也得不到这件事情。所以在显化法则里面，我们要把好的带进我们的生命，把不好的把它消化掉。大家现在可以来试试看呢。祝福你眼前是什么？祝福我们2个。你眼前有一台手机，里面有纸页，哇，来试试看，跟我们一起，哇，这个颜色，乔乔身上的这个紫色衣服也太美了吧！牧师的面具实在是太美了，好美哦，好帅！这个长发，哇，好有型哦，好美哦，哇，这沙发好棒这沙发好柔软，这沙发真的是很舒服。对，这个沙发真的值得祝福，值得感谢，真的很舒服，很温暖，哇，也太温暖了吧！哇，紫燕现在在哪里呀？好美哦，哇，一切都很美好，很美好这样，哇，来跟我一起，哇，也不用那么大嘛，说到这个，还有那个在上一集到这一集的这段过程里呢，我们有去出国玩，去荷兰玩，那好棒哦，好棒哦，哇，真是太美好了。那边真的太美好，那边荷兰人平均我们感应是200以上，那边的人是正面的，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意思这样子，那边真的很棒，大家如果想要去哪里走走，我们觉得荷兰真的很不错，而且那边好多好美丽的人事物，真的这一趟真的是天堂。然后像我很喜欢挖宝的感觉，我喜欢丰盛，然后我喜欢买东西。我们有去很多店逛，然后也有去二手市场，也有去全欧洲最大的跳蚤市集，就是 IJ， 在那边有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丰盛美好的旅游这样。那在那边乔乔就挖了很多宝，就哇，我觉得那个好漂亮好美哦，我就是靠感觉来买东西。那我们在享受这些美好的人事物的同时，就想哇，这些很棒的东西也想要带回来给大家这样子。所以在跳蚤市集就挖了很多宝，那些都是凭感觉，就是乔乔觉得这个东西让我感觉美好，那我就买这样子。那有些是买回来送给大家的，虽然说是二手的，但是我买东西不是它很贵，它很怎样就买，而是看它有没有让我美好。那现在我们从荷兰带回来的一些很棒的小东西，要送给大家的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好像在12月12号就截止，所以大家可以到FB 的粉专搜寻双生紫燕，往下滑就会看到那个抽送荷兰小礼物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去抽小礼物。这集的影片差不多播放到现在也讲的差不多了。2个重点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去让负面的增加，就是让正面的增加。我们如何让负面的一直减少？习惯性的让它减少，我们习惯性的让正面的增加，那我们的生活就整个翻盘，整个改过来。我们现在如果不满意我们的生活，我们只要照着这部影片的流程去做、去实施，你就会整个生命的习惯整个会改变，你就会负面的不断的减少，正面的不断的增加，这个整个现象就会改过来，你的生命很快，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转变。各位一定要去尝试。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结束了，拜拜。拜拜。